没想到我这辈子时时刻刻都是热热闹闹的，现在要死了，却是这么孤零零的。不行，我不能死得那么难看，我得想想办法。或许做了这活傀儡，就是感觉不到什么疼吧。我怎么就那么难？昆仑，师傅，嘘。走。原来白茶费尽心思，不断的把怨气输送给我，就是为了你呀。不错。罢了，你能够吸我的怨气，反过来我也一样啊。你怎么来了？跟着你来。我知道你是来赴死，如果赢了，上天只好你去了。好。是木仙和锦绣的声音。正好有时间带你走。不，我不能走，我得去救他们。你拿什么救他们？师傅，我方才还在想，我就要孤零零的死了，你就出来救我了。你每次都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出来救我。我现在要去打活傀儡，我已经成活傀儡了，同归于尽也不亏了。这或许是上天最好的安排。万一我去了，大家都能救回来呢？要去你自己去。昆仑，昆仑此生想得到的都已得到，加上这个，依然无憾。是凡人，为何会有这么强大的法力？那是怨气。何解？只有一个办法。陆秋，在这别动！少废话，什么要回家？
所有人才有生路。不行！只有这个办法了。绝望，希望在天。不信！两力。陆秋。
已无爱恨，你不就已我们是否在何处见过？百草繁华为如果还有来世，我一定会找到你，然后亲手杀了。谁为生无死痕？侯宁，落我心中沉沦，为一身锦绣落满泪痕，凝情望断问红尘。原来都是我。乘风送寒，山川成灰，为你我一生追随。见我一醉，是对的，画中的你，只待落花时此生竟然忘了。原来你是在意我的，原来不是我自作多情。你杀了我，否则怨气会越来越重。这一世死在你手上也是好的，是我欠你的。你也说过，此事一定会找到我。你果然找到了，你做到了。我说，我一定会亲手杀你。那就杀了我，快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快呀！金宵，我恨你。当初为什么要对我许下承诺？我恨你杀了我父母。为什么和仲天一起杀了那么多无辜的人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当初在白昼山，你就应该把我扔在那边，让我自生自灭。野火桥上，很痛的。这次换你背我了。
又见面了，又见面了。他呢？不知。那我要在夜火桥等他。有多少人承诺在我这里相见，又有多少人真的等到了呢？只要你平安归来，什么都不是问题。所有问题，母后都会为你解决。报！参见帝君，各处都找过了，还是没找到天地星。传令。就算把三界翻过来，也要找到中天王。是。请问你是从无章国来的吗？是啊，我们一家都是从无章国一起来的。那有没有见到锦绣将军？没有。多谢。你好，您是从无章国来的吗？对。那请问有没有见到锦绣将军？没有。见到无章国的锦绣将军了吗？没有。你好，请问你见到无章国的锦绣将军了吗？没有。烟火桥上很痛的，这次换你背我了。锦绣，神尊大人，神尊大人！
或许过了这桥会有一线转机，只是你没有转生力。若要过桥，需自己踏过这夜火。原来，你曾受的业火之伤，都是为了护我过桥所致。世间有永生，却没有永恒的情。但若你有心过了这转生门，或许你等的人也在等你。这是你要渡的劫，渡过了，便是机缘。你这是为了我，连神令也不顾了吗？
真的好痛。目前，你本有仙缘，又因无章渡过劫难，积下功名，天道高祖，尊为东平仙祖。你找到他了。我的眼睛在你的眼眶里已经放了太久，是时候还给我。眼睛在我身上，如何能说是你的眼睛？忘恩负义之徒，是你教会我的呀！嗜杀同族，生啖人肉，生食人心。今日，我便要你全部的力量。你，我的力量源自于上古，你请假。你不过是花木族区一只小妖，纵然给你再多的力量，你又能如何？你那双头蛇的兄弟，就是死在了我们的手。简直一派胡言！绞龙剑，你竟然拿得起绞龙剑！主人，主人，你回来了！仙妖共存，都因那场大战，是那姚天欺世盗名。主人，我为你复仇的。何来仙妖共存？姚天又为何欺世盗名？是谁？不是我的主人，你不是，你无法唤醒绞龙剑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主人，我的主人，主人已死。天，我要杀了你！我一定要杀了你！青蛇，今日我便在这麒麟洞收了你的灵力，就当做是我对你的报答。天女，如果不是吴张国一事的经历，
我可能永远都意识不到，我想得到的就是遵循本心，和你在一起。天女，昆仑神君自归位以来，便一直沉睡不醒。木仙仙子，帝君召见。小仙木仙，拜见帝君，拜见神后。凡人木仙，你救济吴章国数百万人命，舍己渡人，功德卓著。天道许你无需渡劫，升为仙子。谢帝君。度化万千生灵，你作为一个凡人，有如此济世之怀，实属难得呀。木仙从小仰慕天道，做的都是分内之事。如今受天道恩泽，能够上一次中天，已是最大的福分。你本为凡人，既没有本体神根，法力也匮乏稀薄。希望你在中天勤加修行，有朝一日便能修得神根。木仙定不负天道恩泽。等等。神后有何异议？茶花小妖胆大包天，竟敢在我中天大殿上撒下弥天大谎！帝君，你好好看清楚，他不就是当年闯进锦绣大婚的茶花妖红凝吗？小仙只是一介凡人，并不是你们所说的什么茶花小妖，由不得你狡辩。木仙在凡间一心修行，收了很多恶妖的内丹。我知道，仙妖都有本体，但我没有，我真的只是一介凡人。真如此，身后你看，木仙所言不假，他确实是凡人之躯，和那红茶妖没有关系。木仙自小崇尚仙道，希望有一天能够有仙籍入中天。如今终于得偿所愿，还希望帝君、神后明察秋毫。这都没有升仙的资格吗？他不是在吴章国得了大功了吗？他还不能成仙吗？木仙，神后错怪你了。既然已经澄清了真相，现在我就赐给你仙籍。现在你已经是仙子了，也应该有个仙职。神后，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。木仙，你可愿意掌管花昭宫的残花园，担任残花园花使一职？残花园花使？帝君不知，锦绣历劫后不见踪影，已有10日，至今仍未归位。花昭宫主神之位空悬，百花久无花神治理，如今已是残花遍野。残花败落，就须得有专人打理。木仙仙子初入中天，
这个职位无需涉及天庭其他事宜，再合适不过了。木仙能上天成仙，已是莫大的福分。我愿意管理残花园。好，从即日起，木仙便任残花园花使。你要切记好好修行，牢记中天规矩。在我中天，若是仙子修为不够，便随时会被推入化仙池重修。哎呀，红宁，哎呦，你可回来了！你说这么多年，你说你我外面吃了苦了吧？瘦了你都，你说你……我是木仙，不是红宁。你不是红宁？我是清月国的捉妖师，木仙。那好吧，走。怎么会不是呢？仙官，中天王是不是出了什么事？哎呀，我不知道啊。你怎么会不知道？别说是我了，中天上下没有一个人知道的。天地星渡劫，不死都得8层皮，而且昆仑天君呢，归位之后一直沉睡不醒，估计是渡劫的时候啊，伤了本体，大伤元气。他伤了本体这么严重？哎，不是，你就别多想这事儿了啊。哎，你看，你还记得那儿吗？虽然过了几千年，我可是历历在目啊。当时我就坐在那儿，带你上课。这些花事，哎，仙子们也知道神尊大人失踪，纷纷为他挂节祈福，一树的百花节。可是百花林的花都是这么萎靡。花神未归，百花无碧，自然没有以前风光了。哎呀，生死簿上不显行迹，星云阁的卜测又变幻莫测。天庭里呀，各处都寻遍了，也不见踪影。我就担心这神尊大人啊，凶多吉少。你说，如今他未归位，是不是因为当初我伤了他的神根啊？咦，你可别这么想啊！神尊大人在无章国的事，皆是劫数。你要是不干那些事，那怎么拯救无章国的黎民百姓啊？那怎么会有功德呀？然后也不能点亮天地星了。现在天地星啊，还未曾陨灭，也许啊，是神尊大人还有未渡的劫难呐。不哭了啊，走吧。菊仙官。啊，紫藤仙使啊。紫藤仙使目前暂代花昭宫事务管理职位。这位便是刚升任残花园花使的木仙仙子吧？正是。早年宫中有位红茶小妖，长相倒是与仙子有些相似。是吗？那可真是太巧了。只是这红茶张牙舞爪，粗鄙顽劣，十分不懂规矩。想必木仙仙子应该不是这样的人吧？紫藤仙子多虑了。我既然上了天，自是会守规矩。你心中有数便好。行了，快去吧。走。别理他。长相的确相似，性子却软弱得很。哎呀，这紫藤仙使真是欺人太甚。立规矩罢了，何必与他计较？哎呀，这花昭宫没了当家人，就落成了现在这个模样。你看看，这明显不如以前好看了。你是木仙仙子吗？
我是。刚才紫藤仙使吩咐了，这些残花需在花朝会前重开，有劳仙子了。等等，这么多残花，哎，你应该知道吧？木仙仙子刚得到神液，她法力微弱，养护这么多残花，那是需要大量灵力浇灌的啊！你让她用这么多灵力去滋养灌溉，她自己怎么修行啊？你说她怎么修行？紫藤仙使说了，这残花园中的事务本就劳苦，若是木仙仙子不能完成，大可以向神后请辞。中天总还有别的仙职。哎呦，行，我去找紫藤仙使说道说道，我看他能不能在花朝会之前把这些残花给修复了。紫藤仙使对我寄予了厚望，我一定会尽全力，让这些花重新开放。那便有劳仙子了。呸！我就看神尊大人不在了，啊，他们紫藤仙使和神后娘娘有来往，就跑咱们花朝宫来无法无天了。我不是刚上天吗？多做一些事情也是应该的。他哪让你多做呀？他这不就是欺负你吗？要是神尊大人在啊，哪能让你受这气呀？我回来了，昆仑君，我就知道你一定能够平安归位。以前是我太过幼稚，让你担心了。你知道就好。我有些话想对你说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扭捏了？经历无章一事，生死攸关的那一刻，我终于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。以前我着实是别扭，明明那么喜欢和在意你，却又不敢面对和承认。你先听我说完。悠悠，以前你要嫁给我哥的时候，我就总是故意捉弄你，惹你生气。可之后我也懊悔万分，我自己都觉得我是不是自己有病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做。直到后来我才明白，这是因为我不愿意，我想让你的眼里都是我，心里都是我，不要再看其他任何人。可我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做，我就只能通过这种笨办法，来让自己抓住你一点点的注意。经历过这一世，我终于看清楚我的内心。我喜欢你，爱慕你，我想要和你在一起。花开花落弹指间，等到岁月斩断了流连，辗转又几轮，这世间谁来相会？谁落入凡尘为情缘？不问过往是与非，今生缘切也无悔。转瞬繁华间，落寞你心扉。不愿昆仑君，如今你已经回归中天，已经恢复中天上神的身份。无论我如何变化，我是冰妖白灵也好，相爷之子也罢，还是曾经的昆仑君，我对你的爱意始终都没有变过。你
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吗？北仙界势力岌岌可危，所以我才需要驾驭你哥，重振北仙界。苍梧一事你没有记忆，我只觉得你是扫把星，却迫于天狐追击，不得不留在你身边。无章一事，我本意便是利用你这个义和最疼爱的小儿子，得到西海的助力，这才接近你，帮助你。这就是我，你对我情深意笃，我却居心叵测。所以呢，你厌烦我，利用我，除此之外，难道对我一点爱意都不曾有过吗？有又如何？没有又如何？如今我已经得到我想要的，这些没有用的儿女私情对我而言，只是绊脚石。好，是我自作多情了，叨扰天女，告辞。我不该再利用你了，昆仑。免礼。路遥未能帮昆仑君点亮天地星，有负神后所托。路遥是前来请罪的。罢了，既然锦绣还未出现，昆仑君还是有希望的。中天王当真失踪吗？整个中天都找遍了，没有线索。天女，你在无章国为昆仑君舍生忘死，我都看在眼里。如今，他依旧需要你的帮助。你放心，我们说好的条件不会变。事成之后，我定会携西海之兵，帮助你夺回北仙界。身后，我已决意独自回北仙界。天狐继任大典将近，你孤身一人，无兵无卒，回去岂不是死路一条？我眼见昆仑历经2世生死，有所触动。如今，他能担起天地星，而我甚至不能回归故里，只能东躲西藏，以这样的方式苟活。况且，我不希望我与昆仑的感情有任何的条件，更不希望我以这样的方式站在他的身边。那你可想好了？你这一去，天狐继任北仙界王，我便再无立场让你踏入我中天。路遥已经想得很明白，我必夺回北仙界，再堂堂正正进入中天。路遥告退。神后，帝君有请。终于到这一步了。见过帝君。身后，昆仑君已经苏醒，虽仍未恢复全盛，但帝君何时可以去看看他？醒来就好。
如今锦绣天地星亮，可是行踪却不明，这才是我的心头隐患呐。我也曾想，锦绣历劫是否还未完成？这木仙是否就是天地星立的情景？神后懂我。那今日帝君为何要给他仙籍？若他没有本体，不是那红茶小妖，你又何必在意？他到底是不是红茶妖，根本不值一提，不过是穷于蝼蚁而已。但是，他毕竟救了无章国的百姓。如果我不给他仙籍，众仙家怎么想我？不过，如果他妨碍天地星历劫，那就是祸端。果然是帝君，臣妾明白了。无论他是人是妖，确实不值得中天出手。天道之下皆是棋子，还望神后请出西海之眼，观三界，通阴阳，探万物，尽快找到锦绣。中天王下落至关重要，臣妾自当竭尽全力。我知道，洞察时间越长，消耗法力越大。如果不是事关重大，绝不会让你如此辛劳。这是臣妾分内之事。锦绣恐怕不在三界之中。你确定？帝君不信我，又何必问我？锦绣，锦绣，快出来啊！别跟我玩这种小孩把戏。小祖宗喊什么呢？你怎么来了？我前几日睡得晕头转向的，忘记找他了。这不醒来了就来了吗？他人呢？锦绣神尊他不在华昭宫啊。在。锦绣，不是，他真没在啊。锦绣，哎，是你？见过昆仑君。哈，你已经成仙了，嘿，恭喜飞升。没想到来了中天，还能与昆仑君重逢。在无章国的时候，多谢你和神尊大人出手救了百姓。这些都是小事，不足挂齿。话说回来，既然你在这儿，那锦绣肯定离得不远。我就知道中天那帮家伙嘴里没有半句实话。神尊大人确实不知所措。他真不见了。神尊大人迟迟未归，他不在三界，又能去哪里啊？中天王怎么还没回来？神法者不会是魂飞魄散了吧？魂飞魄散！
你能听到我说话？你究竟在哪儿？若漫天星光，皆为他盛放。一树梨花，你就这样消失不见，是因为我没有在焰火桥等你。他的裙角也烛光，还是你找不到回家的路。为忙，若余生守望，却天各一方。世事本就无常，他在月上伏笔诗行，不曾遗忘。花期人未改，愿不与虚妄。看着故人旧的模样，隔世相望，只一瞬掀起海浪。往事几春说个寒长，不如晨阳。四季太漫长，有序流芳。看着故人来日方长，不畏风霜，待归来人间不忘。师尊大人，我为什么找不到？他的裙角也烛光，无声路中谁为忙？若余生守望，这天各一方。世事本就无常，他在月上伏笔诗行，不曾遗忘。花期人未改，愿不与虚妄。看着故人久别无恙，可是相望，只一瞬掀起海浪。往事几春说个寒长，不如晨阳。四季太漫长，有序流芳。看着故人来日方长，不畏风霜，待归来人间不忘。待归来人间不忘。你要去白昼山找我哥？我知道你们对我的梦有所质疑，但只要有希望，我都要试一试。我觉得他的魂魄就在白昼山的百花之中，被什么东西给困住了。可我已经率领天兵四海八荒全都找过了，就连母后的西海之眼，能够观三界、通阴阳、探万物，都没能找到他。你凭什么确定他在白昼山呢？因为是梦，所以我不确定。好，那你准备怎么找？找遍白昼山的每一朵花。每一朵？他是花神，草木精灵都是他的耳目，或许他就落在某个我们看不到的地方。千年之前，我曾被困在百花图中，需要数完所有花瓣才能够出来。这百花图中的万株花木，花瓣如繁星，我数了1000年才数不过半。你知道，你要寻遍白昼山的所有花木仙草，需要花多久的时间吗？我知道。倘若你真这样去找，恐怕耽误你自己修炼1000年不止，而且天界也不会让你下凡这么久。我已经找到破解的方法。有何破解之法？找忠贤，借1000年。借10阵？这可是禁术，开什么玩笑？需要耗费你1000年寿命去做交换，你冷静一点好不好？你知道他对我的重要性，他的神根因我而受损，
所以不管用什么办法，千年万年，就算是死，我也要找到他。可你这样去冒险，仅仅是因为你的一个梦吗？就算是梦，但只要有希望，我都应该试一试。小仙木仙擅闯此地，有要事相求，还请众仙现身答应。仙人有何事？红宁，你何时回到中天的？小仙不是红宁，可你分明就是红宁啊！你想用禁术从我这儿请千年的时辰？是。你执意如此，究竟为何呀？虽然我做这些只是因为我的一个梦，别人可能很难相信，但是我一定要找到他。还请众仙可以成全。你可知请1000年的时辰，其实就是你的1000年寿命。你确定不后悔吗？如果我找不到他，我才会后悔万事。神尊大人他一直以来对我有恩，你是为了救他，能帮上他的忙，我在所不辞。钟爱一炷香，终念1000年。一炷香后，钟体会彻底变暗。在这之前，你一定要回来。快去快回。一炷香之后，若是他没回来，会怎么样？落入虚空，困于3界之外。啊！你想要什么赏赐？我想要什么赏赐都可以吗？你先说说看，若能做到，自然可以。我可以当你的神后吗？如果赢了，上天只会娶我。落我心中沉沦，好。一身锦绣落满泪痕，凝情望断问红尘。乘风送寒，山川成灰，为你我一生追随。待你理解成仙，落花世界，我便娶你为后。说好了。说好了。这么一算，
他在这里面已经待了700年了。费解，一梦千年，太费解了。不是，这有什么不好理解的？人间不是有句话吗？上穷碧落下黄泉，凡人做不到的事啊，咱们神仙可以做到啊。不过按道理来说，凡人什么都没有见过，他们怎么会有如此想象力啊？愚钝！凡事何必用眼睛看呢？神仙之所以为神仙，不就是该有神迹吗？这些神迹到了凡间就成为传说了，给凡人以希望和憧憬。还是没有找到一丝线索。神尊大人，你究竟在何处？哎呦，时间快到了！木仙仙子，你快出来呀！木仙仙子，你快点回来吧！木仙仙子，你快出来呀！木仙仙子，我跟你一块受罚了。不能再等了。神尊大人，你究竟在何处？木仙，千年已至，到时间了，你快出来吧！我感觉我快找到他了。你快回来，再不回来你就回不来了。你可回来了啊！木仙，你知道刚才有多危险吗？要不是我用法术急生把你拉出来，你早就湮灭在里面了。我知道，可是算了，你也是着急找我哥。有什么线索吗？不要再擅自冒险了。为了借着时间，你的法力也耗去大半。若是我哥回来，也不希望见到你现在这个样子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你要去哪儿？天狐准备登基，我要回去。天狐现在把持整个北仙界朝野，你回去他能让你好好活着吗？我是北仙界的天女，我有我必须要做的事。就算你有兴邦之责，你也应该好好想个法子再回去，而不是像这样一个人单枪匹马的回去。你回去除了被抓起来还能做什么？你我相识一场，难道在你眼里，我只是个什么都不准备，只会冒险行事之人？总之，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回去的，太危险了。昆仑，北仙界是我的家，就算力量再单薄，我都要回去。我的父王还在他手里。那我和你一同回去。你是中天帝君之子，你陪我一同回去，岂不更加招人耳目？况且，现在北仙界和中天的关系如此僵持，你擅自帮我，就会代表中天的态度。我知道你担心了，但是我是九尾狐族的天女。我从冰川雪国而来，我的家族就在那里，我一定要去拯救他们。那我能帮你什么？你做好自己该做的事，你要提前想好，如果中天王真的回不来了，你，昆仑，一定要担起中天大任，为你中天而战。
把愿望写在这个上面，这是我们的习俗。你看看，你看看人家写的，看看。啊，对了，天灯。小仙木仙，拜见灯仙。别，我也是小仙，小的不能再小了，仙子千万不要客气。是不是这一处的天灯又扰天庭清净了？我马上就清理完了。不是，小仙这次前来是有要事相求。我能做什么？不知道灯仙是否还记得，多年前，中天王在白舟山放过一盏天灯。我想知道上面写了什么。这不大好吧？那可是中天王的秘密。实不相瞒，中天王失踪了。但凡能有一点消息找到他，我们都会竭尽所能。这次也是昆仑君叫我来的。你等会儿。哎，也真是什么愿望都敢写。这个。来年元月时，月与灯依旧。这一开始啊，我想还挺容易，结果中天王喜欢的是个小妖怪，来年人都没了，我这上天入地一顿找呀。来年元月时。木仙，你又是为何事而来？我还想请钟仙再帮我个忙。你不会又要……我想再借一次时间，最后一次。你疯了！你已经借过1000年时间了，你再借时间的话，可能会法力全失的。就1天。可是你借1000年时间都没找到，再借1天，又能找到什么呀？就最后1天，我一定可以找到他。适合你，适合你了，下次再来啊！哎，行，好，走。姑娘，来看一看。姑娘，我们这儿都是最新到的货，全都是最好的。看上哪个了就随便试试。姑娘眼光真好，这是我们这里啊最新的面具，很衬你。你看这粉红色多好看。慢走啊，姑娘，记得下次再来啊。多谢。来看一看啊，姑娘来看看。最新的面具，大家都来看看，什么样式的都有。那是什么？我想让你陪我一起放天灯。哎，走。别人修仙都是为了追求永生，可你怎么只想着与我成亲呢？我就只要这个。痴心执念悄然入梦中，你可曾忆起云端之上云浓？落花须见，终会月与灯依旧，盼君
月与灯依旧，盼君早归来。